南海报告为什么此时要端出来呢？有多敏感？今天带您快来看。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南海最新的情势。为什么此时此刻聊南海呢？那是因为中国的智库啊，最近呢有一个重磅的一个发表了一篇呢，哇，洋洋洒洒，哇，很大一本哦。写什么呢？叫做南海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呢，它要告诉你的是，未来的南海将会是一个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而不是现在大家想象中的哇，随时要打仗的南海。但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要这个忠实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要将这个解决南海问题的钥匙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指的是谁？就是跟南海相关的这些国家，中国啊、菲律宾啊，在南海周遭的这些国家，我们要把解决南海问题的钥匙握在自己的手中。好，那这一份重磅报告呢，在此时此刻发表，6月8号。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机点，应该可以这样讲。现在南海紧张的情势到啊，可能我们这个自己没意识到，但是呢，你在这个地缘政治专家眼中来看，你在国际情势专家眼中来看，很紧张。所以呢，我们来看此时此刻中国发布了这个报告，为什么说时机点如此的敏感？我们就带您好好来看。首先，为什么挑在2025年的6月8号？那是因为呢，美国跟菲律宾接着连续2个很重要的演习刚刚落幕。5月中旬呢，5月上旬、中旬的时候，美国跟菲律宾呢，他们举办了这个在海面上的一个肩并肩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那当然就是冰冰凉凉啊，军舰啊，什么啊，试射啊，哇，很厉害。好，那你说，这个演习结束了，结果没想到结束没几天又来，美国跟菲律宾呢又来了一个叫做海上战事合作的演习。海上战事顾名思义哦，就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呢，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那美国菲律宾，那你就说哦，对嘛 ，OK， 好像可以合理化他们，因为反正美国不是在菲律宾有驻军吗？然后大家一起联合作战，你就觉得哦 ，OK， 你们军事演习。但是不对啊，怎么最近几年，你不是海上战事的一个联合演习，不就是美菲，然后你们驻飞机军事基地等等等的吗？怎么日本也派人加入了？怎么这个韩国也派人加入了？怎么英国也来了？怎么回事啊？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海上战事合作的一个这个演习呢，现在是越来越扩大了，而且他们演习的一个项目呢，也越来越具象化。他们演习的那个假想对象呢，那也不用说了，我觉得你去问那个非洲的一个这个路边的小孩，他可能会告诉你说美国讨厌谁？讨厌中国。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的具象化，他们就是针对中国在演习。特别是今年呢，在这个海上的一个战事这个合作的一个军事演习当中呢，他们军演了一个让这个中国这个拳头都硬的一个东西啊，这是什么？这是海军陆战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一个非常非常新锐的一个武器啊。那这个武器呢，对中国会带来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一次的一个演习当中，把这样的一个项目放进去，让中国非常忌惮。这是什么？这叫做 NMESIS 的一个演习。好，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其实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所研发的一套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很简单的来讲，它应该是它有很复杂的一个这个名称，叫做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队阻绝系统。但其实呢，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机动的一个飞弹发射车。好，那你说海军陆战队这个飞弹发射车是要干什么？很激动，是有多激动？当然呢，我们看到美菲之间的演习大多都是在海面上、海上的一个怎么样合作嘛，军舰的合作，然后战士如何合作嘛，然后剑指中国嘛。那这个呢，他是说啊，你在海面上航母、军舰。毕竟它的一个这个转弯，或者是它怎么样的一个行动，没有陆地上来的那么样的方便，所以呢，这一套系统呢，机动的一个飞弹发射车，它就是一个陆基的巡弋飞弹的一个发射系统。那它一个这个怎么样构造起来？它的车底啊，它用的是一个无人驾驶的一个战术车，然后车上头呢就放了一个可以呢从陆地上发射这个巡弋飞弹的一个发射系统。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根本都会无人操控，跟打电动一般的操控。然后现在呢，美国要把这一套
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动的一个飞弹发射车啊，拿来跟大家分享，他要把这个布在这个菲律宾各个岛屿上，因为你刚刚光听，它就是一个飞弹发射车，所以呢，你可以车停的地方。它就可以部署，跟以前你说我要旷日费时搞一个好大的飞弹井啊，然后发射啊什么的，不用这样子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机动的。那它未来可以部署在任何一个岛屿的边上。好，这个边上呢，我就对准你中国。所以呢，这个中国对于这套系统是非常忌惮。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是有计划性的把这一套东西拿出来，然后跟菲律宾联合演练，我可以怎么做？那日本也来了，韩国我也要看看，英国也来东看看西看看。所以呢，现在这套系统据说，美国呢已经预计要把它部署在吕宋海峡，然后部署在菲律宾，很可能的每一个中国的军舰很可能会经过旁边的岛屿上，所以呢，未来你会想象那个画面啊，这个美国他们想象的画面是，中国的军舰，你想要穿越第一岛链，对不对？你想要怎么样穿越到南海，对不对？然后旁边周遭的岛屿当中，我每一个岛屿有可能都布了几套这样对准你的一个这个东西，让你这个开船开得很心惊胆跳。好，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看到了最近的连续2次美菲甚至有更多国家加入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哦。好，然后再继续往下看，菲律宾过去呢，大家理解他在第一岛链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或者是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军事基地，他扮演的关键角色。菲律宾对自己的理想也是，我就是一个后勤支援的单位，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会帮我挡着。美国保护我嘛，对吧？所以美国去前面作战，然后我就后勤支援，对不对？你要什么我就前线支援你，你要吃的有，你要吃什么？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样的飞弹，我赶快从后面支援你哦。然后呢，现在菲律宾不一样了，可能这个美国也让他有点不放心嘛，对吧？那于是呢，你看到菲律宾现在呢，最近他开始扩军。然后他开始重新的要扩建他的一个海军的一个军事基地啊，那这些呢都是你看到了，菲律宾呢，他现在有自觉性的他的国防政策在调整，他从过去的一个后勤支援的角色，他现在呢，或许也是美国推他一把，让他要自己出来承担一些，未来他很可能会从后勤支援角色变成一个区域制衡的最前线的角色。好，怎么说？他怎么扩军呢？最近呢，你看到了，在2025年的5月20号左右啊，那是菲律宾海军他们建军127周年的日子，他们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成军的纪念典礼。然后在这个典礼当时呢，他有一个全新的马尔瓦级的巡防舰，这是他们跟南韩买的。那这一艘这个巡航舰啊，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是菲律宾海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有垂直发射飞弹系统的，可以说现代化的一个军舰。以前他们都很老旧嘛，因为不用买啊，美军就有啊，我反正就是支援它就好。那现在呢，你看他们已经开始现代化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军事的一个队伍阵容。好，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未来还会有马吉尼号的一个攻击拦截艇。好，那这个呢是他们自制的，所以其实现在南韩他们菲律宾呢，他们已经开始向外采购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的一个这个军事的阵容啊，还有他们新世代的战力啊，他们开始都在花钱，但菲律宾其实没什么钱，所以呢现在他们是要挑那个重点买。那你也看到跟南韩买为什么？南韩的东西比较便宜嘛，对吧？你什么都跟美国买，你会破产，美国就坑人。好，那所以呢他们现在跟南韩买，那南韩最近呢还有计划的想要卖给他什么？卖给他潜舰，因为他说呢，你既然担心这个中国在你旁边的南海来来回回，那你要有潜舰，你不能什么都靠美国。所以呢，现在这个菲律宾正在这个打算盘，算我有没有钱买这个潜舰。那如果要买的话呢，他们希望在2030年他们的潜舰呢可以到位。那当然呢，可以对这个制衡中国可以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了哦。那当然，接下来你还看到菲律宾他们正在扩建他们的海军基地。好，那当然呢，菲律宾其实对于这个中国来讲，在南海的争议这个非常非常长久。大家还记得吗？这个2016年的一个海牙的一个这个国际的一个仲裁，就说了这个九段线不存在啊，这个九段线呢是不符合国际法，但是中国就不承认这样的一个判决嘛，所以感觉好像这个九段线啊，或者是南海的问题啊，现在在中非之间还是悬而未决。那近来呢，你看到菲律宾他们的国防部长接受了一个访问他就这样讲了，他说
其实他们有一条途径，就是呢，当初的这个海牙的一个这个仲裁，中国不承认。那南海方面呢，当然中国就有很多最近在扩建他们自己的岛屿啊，等等的啊，菲律宾还有一条路，就是我再寻求继续再去国际法庭上。那这次呢，你可以怎么说？你可以说，既然我奠基于上一次的一个这个国际法庭说，没有九段线啊，然后这个南海这个菲律宾也有份啊，等等等啊，他说我可以再提出是中国呢在南海有侵略的事实，你可以拿这个再去诉讼的。好，那当然你要诉讼你就去，但是呢，菲律宾说哦，我们暂时没有这样的考虑，但不排除是一个方法。另外呢，他们还是希望可以跟中国好好谈。但是菲律宾最近啊，他们国内很有意思哦，他们现在说我们要推我们的标准地图。你看中国的地图啊，中国的地图画南海已经把九段线画出来嘛，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地图呢，当然这个南海周遭国家就不认同，因为你都把我家画成你家嘛。然后菲律宾说没关系啊，我们精神胜利法我也画啊，我也来画我的标准地图啊，我也画很大很大，我菲律宾好大，对不对？我菲律宾哦这么大。好，但是呢，这个菲律宾的标准地图，因为现在有好几版嘛，拿出来之后啊被骂翻，因为呢你有事吗？你居然把印度的、印尼的、马来西亚的，还是台湾的，全部都画到你家里面去了，你菲律宾是？你有事吗？所以呢，这个标准地图当然也是有非常多的争议啦。不过呢，现在看起来菲律宾呢，他们现在的态度就是，好，希望还是对话。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打仗嘛，所以他就说，这个我们没有要挑衅你，没有要挑战你那个中国，但是呢，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对话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南海的一些这个国界争议的问题了。好，不过呢，回过头来我们就来看，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呢，在此时此刻这个重磅的南海报告啊，当中有非常多值得我们细细来看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拿出重磅报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格里拉对话，中国没有派人去。过去呢，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大家会觉得这是中美之间很重要两大这个大国，然后呢，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下这个军事啊、国防方面的一个问题哦。但今年呢，美国去了。中国没去，好，那中国没去，大家都在想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很可能，我那边跟你废话干嘛？我就直接出一份重磅报告，你自己看吧。那这个美国呢，则是在这个当中啊，要讲很多啊，有的没的，讲了一大堆哦。但是最近呢，这个美国特别提到，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他看到了中国是有计划性的要为图川第一岛链在做准备。中国进来呢，我们看到他从这个黄海。希望把黄海内海化，然后往南东海啊，东海呢最近有很多动作，再往南台海，然后最往南南海。好，这四海呢，现在中国的一个态度呢，就是要把这四海呢要好好的握在手中。那怎么个握法呢？你就看到现在每天大概都有50到70艘的军舰、巡防舰，或者呢是这个。各种公务船都会在这四海当中来来回回，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掌控的一个海域哦。那除了这个军舰之外呢，空中每天呢都有上百架次的一个中国的军机会在这四海当中出任务、巡防、监视，我晃一晃。我这里逛一逛之类的，要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掌控的一个范围哦。所以呢，这四海呢变成了现在中国很努力的要让大家造成一个事实，就是这些都是在我的掌控之内哦。那所以呢，这个美国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对他第一岛链的一个挑衅、试探，试图要图穿。那当然呢，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所谓美国提到的，这是中国的极限施压，就是不断的要挑战美国，你到底会挡到什么样的底线？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讲，这四海。中国的认定，那本来就是我国家往外，这本来就是我该要这个好好掌控的一个海域，不是吗？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了这次的一个重磅报告当中，还特别提了一点哦，他说呢，为什么叫做要把解决南海问题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要让境外势力来干涉我们南海周边国家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争议。他提的境外势力啊。
欧盟是一个，为什么？因为近来欧盟呢，他去访问了这个菲律宾，然后呢就在菲律宾啊讲说，哦，我会关心你，我会帮你。那个中国是不是欺负你？中国是不是侵略你们南海还是什么？来，你告诉我。然后呢这件事情哦，这个中国就觉得很奇妙，你欧盟是八竿子打不着，你那么远呢，你管人家什么南海的事情？你又不是在南海旁边，到底关你什么事？好，那于是呢，你看到这个欧盟就讲了，他就说哦，我们一定要这个维持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还有飞越自由。那中国就反驳说，现在是谁不让你来南海了吗？这个欧盟，你看德国、法国、英国不是也都派你们军舰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了吗？到底谁挡你了？你还是可以来啊，我又没有不让你来啊。所以呢，他就觉得欧盟讲这样的话是什么道理哦？那当然呢，这个欧盟啊也跟菲律宾签了很多的合作协议啊，国防安全的合作啊，网络安全的合作啊，这个各种的一个合作啊，那当然这个看在中国的眼里就会觉得，哎，菲律宾你什么意思？所以呢，在这场会面之后，欧盟跟菲律宾的会面之后啊，中国呢曾经用这个非常官方的一个管道告诉菲律宾说啊，不要幻想依靠境外势力来解决中菲之间的争议。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中国一贯以来的态度哦，就是你不要让别人来解决我们俩自己的问题吧，对吧？我们两个问题我们就自己解决，自己好好坐下来谈，不是吗？这也是一个，你有没有去找那个第三者来呢？这关他什么事嘞，对不对？你找美国好了，美国以前你老大哥，你找个欧盟什么意思？好，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此时此刻推的这个重磅报告啊，大家就会很认真的看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呢，为什么说这份报告呢时机点很敏感而且很重要？那是因为呢，就在不久前5月下旬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讲，美国不是一直很忌惮现在中国呢图川第一岛链吗？就在5月下旬发生的事情是，中美双方都有双航母的对峙。就在第一岛链外，好，那于是呢，这个第一岛链，好，中国呢靠双航母图穿，带着各自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图穿了第一岛链，一图穿马上遇到美国就来了，美国要挡住它，你要图穿第一岛链，我在这个地方挡住你，所以呢，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就是你看到了中国的山东号、辽宁号各自呢一北一南的图穿了第一岛链，然后呢，这个美国马上来啊，它的华盛顿号还有它尼米兹级的一个航空母舰各自带着战斗群挡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时候状况其实非常紧张，因为呢，这个中国的双航母带着他们大约有70艘左右的一个军舰，各式的军舰啊，就一起图穿了第一岛链，然后你看到了这个美国，哇，他们也有他们的战斗群全部包围住。所以呢，完全的一个对峙，时间呢其实长达了好几天，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态势呢，就让大家觉得哇，那是不是真的大战一触即发呀？那于是乎呢，才会在此时此刻，你看到了，中国出了这一份的一个南海报告，是告诉大家说，我可以不用打仗，我们可以和平，这可以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啊！为什么要让境外势力？为什么要让外人来干预我们解决南海内部的事项呢？那当然呢，我们看到了近来南海情势的确是蛮紧张的哦。我们看刚帮大家梳理的菲律宾的动作，然后呢看到了这个欧盟的动作，然后看到了美国的态度跟动作，那你也看到了中国现在呢要告诉大家，海面上的战力呢，它已经有双航母。第3艘航母呢，福建号，你也很可以预见啊，在今年可能也会正式的成军。所以未来呢，当这个中国它的一个海面上的战力呢越来越完整的同时，未来图穿第一岛链频繁图穿，美军要如何应对？可能我们要好好来观察它了，所以才会说这次的这份南海报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可以说呢是展现了中国的态度，还有呢未来中国呢到底会在南海扮演到什么样的角色，跟它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谈，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了。好，这是今天马上掌握的最新的这份南海报告，还有这个南海情势的最新发展，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